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现在很多人都会因为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从而患上胃炎。那如果是病情较轻的胃炎，通过日常的调理，还是会有很好的改善效果的。那怎么调呢？木子就来教教大家。首先，第一点，吃饭的时候要做到细嚼慢咽，这样能够减轻胃部的负担，从而更有利于胃部的健康。第二点，多吃有益胃部健康的食物，像我们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粥，或者呢是白萝卜汤，对于胃部都很好，而且还能够缓解胃部的不适。另外，像陈皮、桑葚、山楂、薏米也有不错的养胃效果。平时我们既可以直接拿来吃，也可以泡水喝。第三点是避免刺激性食物的摄入，比如辣、咸、烫的食物对胃都是百害无利的。第四点是谨慎选择服用的药物，最好是遵照医嘱服用，因为有些药物长期服用对于胃部也会造成伤害。那虽然胃炎不是严重的大病，但还是需要我们日常多注意调理，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证身体的健康。对于一个吃货但血糖又高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应该就是看见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不能吃。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甜食，少吃含淀粉多的食物，还有太油腻的食物，还有下面的这两种蔬菜，喜欢吃的人要注意了。第一个要少吃菱角，菱角中含有淀粉和钾元素，很容易转化成葡萄糖，刺激血糖升高，所以血糖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吃哦，不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第二个要少吃莲藕，莲藕也含有大量的淀粉，而且莲藕含有的水分也比较少，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也对身体健康不利哦。所以血糖高的人要少吃菱角，和血糖高的人若出现3种情况，小心并发症找上你。表现一，皮肤瘙痒和干燥。血糖高的人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表现二，视力下降。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如果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模糊，最好及时检查一下，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表现三，腿脚发凉。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要小心是糖尿病足，建议大家检查一下。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要提高警惕了。那想要控制好血糖，日常做好2件事。第一，改变饮食，平时保证3餐规律，营养均衡，最好少食多餐，不能吃得过饱，尽量不要偏食，这样有助血糖稳定。第二，适当运动，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最好是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广场舞、太极拳等。家里好像没有水果了，下班去买点，买什么好呢？荔枝、哈密瓜、葡萄，这些水果可都含有很多糖分的，正常情况下吃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少吃哦。木子，那血糖高还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啊？看这里，还有2种食物尽量不要碰。红枣，新鲜的红枣呢，含糖量在35%左右，而干枣含糖量则在60%左右，所以红枣可以说是升糖大户了，最好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吃。糯米的含糖量可是比米饭还要高呢，所以血糖高的朋友，糯米也要远离哦。那你们记住了吗？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再贪嘴，一起决定一天血糖好坏。早起坚持2要2不要，有助血糖稳定。要坚持运动，每天早上起床后，若能坚持运动半小时，有助提高身体新陈代谢和促进血液循环，对调控血糖有帮助，能让你血糖保持稳定。要喝1杯白开水，早上起床后要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摄入，可以每天坚持喝1杯白开水，这样有助于稀释血液，加快身体排毒，能避免血糖升高。不要马上运动，如果早上起床后马上运动，这时处于空腹的状态，很容易引起低血糖，不利于血糖稳定。不要过度赖床，
因为早上4点到9点是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候，如果你一直不起床，错过吃早餐的时间，这样就会打乱一天血糖的规律，不利于血糖稳定。如果血压高了，通常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出现，那一般呢都是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其实除了吃药以外，大家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来帮助血压保持稳定，那这样配合用效果会更好哦。这个动作就是甩手，先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全身保持放松，手臂自然下垂，手掌心朝内。然后呢，双手手臂开始甩动，甩到前面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肚脐；甩到后面时，小手指外缘最好不要超过臀部。这样来回甩手3到5分钟。注意甩手时要用腰腿带动甩手，甩完之后还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动。这样甩手呢，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压，还能提高抵抗力，对身体健康有。如果血压高了，通常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出现，那一般呢都是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其实除了吃药以外，大家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来帮助血压保持稳定，那这样配合用效果会更好哦。这个动作就是甩手，先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全身保持放松，手臂自然下垂，手掌心朝内。然后呢，双手手臂开始甩动，甩到前面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肚脐；甩到后面时，小手指外缘最好不要超过臀部。这样来回甩手3到5分钟。注意甩手时要用腰腿带动甩手，甩完之后还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动。这样甩手呢，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压，还能提高抵抗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哦。血液流通顺畅，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血液就会变粘稠，血管出现堵塞。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如果蹲时间长了，出现气喘、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就要小心，可能是血液粘稠了。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每天做一做，帮助清理血液垃圾，预防血栓。这个动作非常简单，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在腹部上叠放，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做完再换右手，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还能帮助保护心脏。每天做3到5分钟，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晚上11点不睡觉是不要脸，12点不睡觉是不要命啊。如果长期熬夜，再加上长期不运动，会使血液循环变差，这样啊很容易使血管粘稠堵塞。那有人问啦，怎么才能知道血管堵没堵呢？那下面教你怎么识别。晚上经常脚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如果经常感觉脚部疼的难以入睡，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若没有这种情况，血管还不算太堵。脚部水肿，如果脚部呢有水肿的情况，排除是肾脏的问题，就可能是血液粘稠，血管堵塞了，而且还会伴有刺痛感哦。那上面这2种表现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可以对照看一下。如果都没有，血管相对还算健康。得啦，就唠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下期见吧，拜拜。